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在全球蔓延，导致部分国家出现新一波疫情，这再次凸显了疫苗接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自中国疫苗面世以来，部分外媒频繁炒作中国疫苗存在所谓安全隐患。《纽约时报》近期又歪曲事实，质疑中国疫苗的有效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则罕见地为中国疫苗说公道话，而事实上 CNN 并非心向中国，只是客观报道。国家卫健委周一通报，中国新冠疫苗接种超13亿剂次，免疫长城构建再进一步。而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不断恶化之际，中国向多国伸出援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7月2号表示，疫情发生以来，中方尽己所能向国际社会供应了4.8亿余剂疫苗，是世界上对外提供疫苗最多的国家。中国疫苗的足迹遍布全球5大洲，截至目前，中国已向近100个国家提供疫苗。而反观美国，不仅国内疫苗接种进度缓慢，美政府此前宣布将在6月底前向海外提供8000万剂新冠疫苗援助，目前这一计划也严重滞后。截至6月30日，美国只向国外运送了2400万剂疫苗，连承诺总数的1/3都不到。同时，这批疫苗的交付只涉及10个国家和地区，与最初所承诺的大约50个国家和地区相差甚远。即便如此，美国媒体对中国疫苗的抹黑却从未停止。最近，智利、蒙古国等正在加紧接种中国疫苗的国家疫情出现反弹。《纽约时报》趁机歪曲事实，质疑中国疫苗的有效性。报道灭称，蒙古国、智利和塞舌尔在为其超过50%的民众接种疫苗后，非但没有摆脱新冠病毒，反而在与激增病例做斗争。报道无视变异新冠毒株德尔塔在全球肆虐的现实，每个国家医疗资源的具体情况和西方发达国家囤积疫苗的不光彩行为，妄称中国疫苗在阻止病毒传播方面可能不是很有效，尤其是新变异。该报道被许多国家的媒体转载扩散。我觉得这个报道呢和他的评论反映出现在西方媒体或者社会公众层面流播的一种叫做酸葡萄病，就是说我反正没有你这种疫苗，我就说你这个不行。那么呢，他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实际上就是选择性的解读，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扭曲。6月26日，中国驻智利大使牛青报以致主编函的方式，在致第一大报《信使报》发文，就该报引用《纽约时报》质疑中国新冠疫苗有效性报道作出回应。牛青报举例称，智利真实世界研究显示，科兴疫苗预防有症状感染有效率为65.3%，预防住院治疗有效率为87%，预防进入重症监护病房的有效率为90.3%，预防感染致死有效率为86%。至于《纽约时报》提到智利、塞舌尔等国疫情反弹，塞总统拉姆卡拉旺表示，塞多数新增病例发生在未完全接种疫苗的人群中。致医学专家认为，疫情反弹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如果没有大规模接种疫苗，后果不堪设想。此外，据泛美卫生组织统计，拉美国家接种疫苗的65%来自中国。中国疫苗运输、储存方便，安全性高，深受广大发展中国家欢迎。牛青报建议《纽约时报》了解并报道美国积累了多少疫苗，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多少疫苗，为国际抗疫做了什么贡献。在不同的国家，包括在中国，大量的数据表明它是切实有效的，只是因人而异，或者因不同的国家它有各自的情况，会有一定波动和差别。但是以一个个案或者说一个少量小样本的数据来全盘的否定这个疫苗，然后呢，进而说这个中国做的所有的疫苗都是无效的，这样的报道和评论显然是不负责任。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罕见地为中国疫苗说公道话。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号以使用中国新冠疫苗的国家发生疫情，并不意味着接种失败为题发表报道，罕见为中国疫苗辩护称，疫苗专家认为，任何一种疫苗都无法对新冠病毒做到100%的有效防护，因此出现突破性病例并不意外。衡量疫苗成功与否的关键指标是死亡率和住院率的下降，而不是消灭新冠病毒。这被认为是对《纽约时报》近日质疑中国疫苗有效性的回应。智利目前每日新增数千例确诊病例，55%的智利民众完全接种了新冠疫苗，其中约80%接种的是科兴疫苗。不过，据智利卫生部统计，6月17日至23日住进重症监护室的新冠重症患者并未完全接种。CNN 报道称，塞
沙尔的情况与智利相同，几乎所有重症病例都没有完全接种。而蒙古国卫生部官员恩赫塞汉也澄清，国药疫苗非常有效，所有有效疫苗都能减少重症风险。应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总体来看，这些西方的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或多或少的可能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主题，针对不同的对象，它的这个偏见一直都是存在的。在这个案例里面，它只是一个就是说50步笑100步的问题。他们有多少人能够扎扎实实的扎根到中国来看？ CNN 的报道虽然澄清了一些最近与中国疫苗有关的阴谋论，但依然带着辉瑞等疫苗保护率高的优越感。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日前就表示，中国的全病毒灭活疫苗对感染、肺炎、重症的保护率都是有效的，可以放心注射国产疫苗，对德尔塔变异株都有效。